第二代 Mercedes-Benz GLC 300从429,888块起，从德国 CBU 整装进口。那之前 X253 Facelift 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售价大概在338千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 CBU 的进口税等等，就会弄到它贵了将近100千这样子。那另外一个 CBU 的同级对手奥迪 Q5 和 Q5 Sportback 从478千起。然后还有 BMW X3 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 ，XC60 也是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所以售价都会比它便宜不少。但我们相信 Mercedes-Benz 迟早都会将 GLC 去进行马来西亚本地组装，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到时候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的这个是429千，我们参考 C Class CBU 跟 C Class CKD 就知道，可能维持一样的价钱，给你更多的 spec， 或者大概扣一个几万块。然后去维持这样子的 spec 啦。在我身旁的 GLC 300采用 High Accent Red 风信紫红，这个 Manufacturer Pen 需要另外给多5000块，所以是429,888再加一个5000块就可以拿到这个招牌红色。而 High Accent Red 对于 Mercedes-Benz 来讲，它有一点像是你想到 Ferrari， 你就会想到 Rosso Grossa， 算是一个招牌颜色了啦。然后这个 GLC 300采用的是 AMG Line 套装，所以它的前脸这边就用了繁星点点的 Mercedes-Benz 的样式，然后有大量的这个 Chrome 材质，还有 High Gloss Black 高光泽黑。所以 CBU 的 GLC 300这边是用 Digital Light， 它算是取代掉了之前的 Multi Beam LED 车头灯。所以在灯光的世界里面呢 ，Mercedes-Benz 的 Digital Light、BMW 的 Laser Light， 还有奥迪的 Matrix LED 等等，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灯系统。所以这个车子呢，因为我们看到目前的 X3 跟 Q5 虽然经过了 Facelift， 但它们都是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来的车型，所以它无论从车头、车尾、内饰，它看起来都会比目前的 X3 跟 Q5 还来的时髦这样子啦。第二代 GLC X254 基于 MRA2 平台打造，它的车身轴距是2888个 mm， 比 BMW X3 和奥迪 Q5 还要长。然后它采用的是20寸的轮圈 with agility control 的 suspension， 不是 air suspension。那就跟第一代的 GLC 一样，这个第二代 GLC 同样保留了这个 side step 踏板。还有 roof rail 车顶架，因为它里面是内建 off-road mode 来的。虽然没有多少个车主会开 GLC 跑去 off-road 啦，但是至少它维持了一个，你知道吗？一个 off-road vehicle 的形象。那这个side step踏板其实更多说它不是让你上下车的，因为其实车子也不高啦，讲真的，你讲 G Class 可能需要 side step 啦，但它的好处就是当你踩着它的时候，你可以上去抓着你的 roof rail 上去，然后当你上面要装一些东西啊，越野的一些行李啊，装一些都乐的 accessory 等等啊，你可以这样子上去，然后当你的脚有泥有沙挡的时候，你就不要踩在你的门槛上面，这样子会比较好 ，right？ 然后再来这个GLC 呢，因为我们都看到已经推出了这个酷贝版本的 GLC Coupe， 那如果不必要的情况下，我不会另外再拍一支什么 GLC Coupe 啦，因为基本上就是像的物件，只是这边流线型，然后压缩的头部空间，车尾造型有一点不同，看起来更加好看。但骨子里面 GLC 跟 GLC Coupe 是像的物件，就像 X3 跟 X4、Q5 跟 Q5 Sportback 这样子啦，行李箱空间更小，后排空间更小 ，That's it， 得個靚字。第二代 GLC 就跟进了 Mercedes-Benz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所以它现在看起来更加像一个小型的 GLE 或者大型的 GLA。你第一次看到它，你可能会把它误认为是 GLA， 但是这边有 GLC 300的名牌，你不会认错。再来这边有 4MATIC， 就代表它是一个4轮驱动的车型。所以材质方面呢，在车牌板上面这一块不是 Chrome， 是 High Gloss Black， 就增加了一点 sporty 的感觉。而 rear bumper 下方呢，就有一点特别，因为它这边有防刮材质，但是防刮材质的下面就用了整片的 chrome， 排气管口非常的亮眼，但是它是一个 fat vents 来的，因为排气管不是单出中出，它是双出向下的。然后再来旁边这边呢，就做了这种也是一个假的东西啦，所以真假，行李箱空间增加了60还是70啊？增加了70个litre来到620公升，但你肉眼看是看不到什么分别的啦。就讲大不是很大，对家庭人士来讲，我觉得是这样子啦。然后你打开地板的话，下面没有备胎，所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可以放很多东西一下啦。Power tailgate 当然是少不了的，但讲到灵活性，我们就要去它的后排空间、后座来看一看。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呢，在 Malaysia 买 GLC 的主要有2大类人。第一类人，家里老公驾7 Series， 老公驾 E Class， 那就买一个 GLC 给老婆驾，给老板娘驾。所以 GLC 是很多大公司老板娘的车来的。那对于这类人来说，后排的空间其实对他们来讲不太重要啦。他们要买 GLA 也可以，他们要买 GLE 也可以，纯粹是这个 size。他们觉得老板娘喜欢驾高车，要看得比较高，看得比较远，驾起来比较安全感。那第二类人呢，他们就是驾着 C segment SUV， 可能是 CR-V、CX-5 或者是 D segment 的 Accord、Camry 等等。那他们累积了一定的财富过后，他们想要 upgrade， 那 GLC 就是他们的选择。那对于这一类人来讲呢，空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尤其要载孩子，要放car seat，要载嘎嘎等等。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过去这个级距的车子，从 GLC 到 X3、Q5、XC60， 其实大家的空间都是大同小异的，差别就在于灵活性。像是这个 GLC 它的椅背倾斜程度能不能够调整，椅子能不能够 slide 前 slide 后，它没有这个功能，然后这边也没有任何的手把，所以它整个椅子是固定了的。那为什么我讲这东西很重要啊？因为我上一次在德国、奥地利我驾这个 Q5 的时候呢，我带了很多 luggage， 带了很多 stroller， 我就发现到呢，我的 luggage 顶到了我的椅子，不能了，就是废不能了，我打横打直都不能，就是顶到了。所以在顶到的时候，你的椅子可以往前推，或者你的椅背可以往前倾倒一点点，然后后排就可以行李箱空间就可以腾出很多空间。而且对你坐在这边的小孩子来讲，你放car seat的话，小孩子不需要这么多的 leg room， 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比较 flexible 这样子啦。所以 GLC 没有这个东西，我觉得灵活性会扣了很多的分数。但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呢，讲到 Porsche， 讲到豪华程度呢，它绝对打包 X3、XC60、Q5。你从它的每一片皮革、每一个缝线，它的冷气出风口这边有 Piano Black 的材质，然后门边这边有它整辆车有15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3D 音响系统，所以它 Burmester 不是好听罢了，它同样的好看，它整个 speakers 有弧度，然后有很多的，它整个很细致，很 details。其实你坐过很多车，你就明白每一辆车都有自己的味道，这个味道不单纯是味道 ，OK， 它是一种氛围，一种 ambient。那 Mercedes 永远就是会比同级对手还要来的高出那么一级。那后面虽然有2个冷气出风口，但是 Biller 这边没有出风口，然后你也不能够透过这边去调整这个冷气的温度和风扇要大要小，就是这样子罢了啦。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 armrest， 然后我打开过后，它不是背架来的，它是给你放手机什么之类的，然后 USB 接口。这整个地方是没有看到 USB 接口啦。Taycan 跟 e-tron GT 是放这边啦 USB， 可是我真的是看不到啦，到底是我找不到嘞，还是它真的没有 ？OK， 那讲回到它的空间的话，我这样做的话，头部空间算是很够的，我差不多2个拳头这样子，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你嫌这边的空间太多，你就去买 GLC Coupe 咯，那个可能会直接动到我的头顶，动到我的后脑勺这样子。那腿部空间的话，因为你已经从画面上看得到 Mercedes 特地把这个椅子设计成凹进去这样子，不过它整个是硬邦邦这样子的啦，所以勉勉强强啦。我的身高是178个 cm， 但如果你真的要挑剔，大概就是429,888块的 CBU GLC 300，没有玻璃天窗。我知道玻璃天窗或者 fake roof 没有什么用，但是你知道吗？你给到这个钱，你要买到这样的东西啦 ，OK？然后倾倒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你可以透过这个 button 这样子，你看我这样子按，它就会自己去前面，或者后面它也有一个按钮，你可以按下，它就整个会倒下来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的。作为 SUV 版本的 C Class GLC 的内装，跟我之前介绍的 C Class 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它的 proportion 这边可能有一点不同。刹车。中间这边是11.9寸的 Central Display， 它是一个直列式的 Portrait Screen，
然后这边有12.3寸的电子仪表板，它们不是像 A Class 这样子连成一起的，就是这边一块，这边一块。如果你再上去买到 E Class、S Class， 它就会有那个 Hyper Screen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也 just 刚刚好就好了，我觉得不需要到整片都是 Screen 这样子啦。那我过去试驾过的汽车品牌里面，只有2个 brand 的作业系统，我觉得是最好用的。第一个就是马自达，第二个就是上一代的 Mercedes-Benz， 就是在方向盘这边有2个 BlackBerry 的 Trackpad button， 所以左边的 BlackBerry button 用来调整左边，右边的用来调整右边的荧幕。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抽掉了 BlackBerry 的 Trackpad button， 就采用这个蜻蜓式的 Haptic Touch Sensitive 的 button。我最早在 E300 的时候有介绍过这个东西啦。然后就是你很容易按一粒 button 按到另外一粒 button， 或者你一只拇指下去按到3个 button 都有可能。所以它这个有一点，很多车厂都从实体按钮变成这种 Haptic Touch， 只有 Volkswagen 目前是第一个认错回头的，就是他们用了 Haptic Touch， 很多人骂他们讲 OK， 我们 Facelift 过后抽掉 Haptic Touch。但 Mercedes-Benz 当然也是有他们的考量，就是说现在人家已经用声控，用语音声控，你可以讲 Hey Mercedes，How can I help you？ 它就会帮你开 ambient light 这个那个，所以你对 button 的依赖是越来越少。不过对于我们这种传统的安哥来讲，你最好不要给我按错 button， 不然我会很 backcheck 的。然后当然这个荧幕有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这个东西应该不用再去特别强调。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 GLC 300，这个429千的 GLC 300，它有 Cruise Control， 不过没有 Adaptive Cruise Control。I mean 基本的东西它有啦 ，I mean 这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Lane Keep 的东西，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Lane Keep 的东西有。然后 Driving Mode 的话，基本的 Driving Mode 有，所以我会觉得就Active Lane Keeping Assist 它有这个东西，可是有一点怎么讲？如果有 ACC 更好啦，就没有东西讲。那可能 CKD 会给你 ACC 啦，把这个东西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那质感的话呢，它整片中控台到中央扶手这边都用了这个看起来像 Carbon Fiber 的材质。那这个在 Mercedes-Benz 的语境里面，它叫 Metal Structure， 就是一个金属的结构这样子。可是我就觉得它是 Carbon Fiber 了，因为 AMG Line Interior 就是会有这种看起来有一点赛车氛围，但它是 glossy 的，它是亮面的，所以还是豪华感大于运动感。然后这个方向盘这边的皮革是 Nappa Leather， 而且它还特别强调它的 Pedal Shifter 是一个有特别设计了的材质。然后再来就跟以前的 Mercedes 一样，它的排挡杆、它的 Drive、它的 Neutral、Reverse 都是放在用拨杆式的，就跟 Rolls-Royce 一样。冷气出风口这边一粒圆圈圈圆圆，然后它有710瓦，15个 speaker 的 Burmester 3D Audio System。Audi 的那个 Bang & Olufsen 可以跟它 fight 啦，所以15个 speaker 对于这样子的车来讲是相当多了的，所以这边有 speakers 有很多你看不到的地方都有 speakers， 就尽量给你不只是好看也要好听，整个质感好。那椅子的话，我觉得坐起来就跟上一代没有差到太远 ，right？ 有一个东西我蛮喜欢的就是呢，它不管是驾驶座跟副驾驶座都有3个位置的 memory seat。发热椅就不用讲了，可能很多人没有用到。Memory seat 的话，有1个 position、2个 position、3个 position， 一个给阿爸，一个给阿妈，一个给阿 boy， 两边都有，所以你可以 mix and match。你可以在这个女朋友就用 position 1， 在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用 position 2， 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当的方便。但是你记得要洗掉那个 memory 啦，那个 position 这样子。OK， 所以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如果它有这个Head-up Display 抬头显示仪更好，因为它就可以降低我看这个荧幕。就像我每一次一直 repeat 了的，悬浮式荧幕改成这个荧幕的坏处是，你的视线本来只要降，现在你的视线要降，所以你本来只要降，你现在只要降。所以如果有这个抬头显示仪，你的眼睛、你的视线就只要降或者降罢了，你不需要降这样子。把这个东西如果再讲下去就很长气了，就真的很昂个了 ，right？第2代的 GLC 300呢，就标配了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能够提供额外23 PS 和200个 Nm。但不要误会啊 ，Mild Hybrid 不是 Hybrid， 它只是12伏乘4，这个电量是用来给你供应灯光、音响，还有你的一些冷气等等，它不能够单独驱动车子。
所以不要给这个Mild Hybrid MHEV 给混淆。所以这个 2.0L Turbo 引擎搭配 9G Tronic 的9速变速箱，有258个 PS 和400 Nm。然后这个 CBO 的 GLC 300呢，它是采用 Agility Control 的 Suspension， 你是不能够在系统里面去调整你的悬挂要硬还是要 Comfort， 因为它不是 Air Suspension， 所以它有这个声音是有一点透过 Speaker 传出来的。所以它不只是引擎的声浪而已，所以你可以在系统里面去调的。Actually， 你可以去到 Individual 里面它会问你要选择 Comfort 的 Sound 还是 Sport Sound 这样子。之前我印象中是没有这个东西啦，所以它会，因为在欧盟这个噪音污染的排放法规越来越严格，尤其在一些 High Density， 我自己住在Condo来讲，我最讨厌那种 Exhaust Pipe 大声，然后驾驶者又要感受到大声，就这样子咯。所以你车厢里面有声音，外面比较安静一点会比较好啦。起步，这个动力258 PS 400 Nm， 0到100 6.2秒，直线刹车没有问题，但这个 GLC 它的 body roll 蛮明显一下的，你看那个摇晃感，怎么讲？如果我按着良心啦，虽然不用在你啦，如果我按着良心讲 ，GLC 和 X3 Q5 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面。就过弯来讲，虽然它的重心已经降低，车身刚性提升，悬挂系统也更加的进步，但是GLC 300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强调 comfort、比较强调舒适性的车型，而不能够去激烈的过弯，很有力。呀，你看到吗？我不是讲它不能够做到，可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如果你要拿来跟 X3 Q5 比，那两辆车子你能够肆无忌惮的尽情去甩这个弯，然后出弯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加一点油给它出来，然后整个人是你会觉得这个 steering 跟整个人都很配合你。你看我刚刚这样子做我一直都处于 Sport Mode， steering 也是 Sport， engine 变速箱等等都已经调去 Sport， 可是它还是给我 comfort 的感觉。像我前面讲的，如果你是老板娘，这辆车子绝对够你用，走 highway 一流，很舒服，很安静。你长途行驶500-600公里 ，GLC 绝对值回票价。但是如果你去这样子去 push 它，你就会看得出它的破绽在哪里。所以讲白了，它不是拿来给你高速过弯的这样子。我们回去 Comfort Mode，of course 它有 Off-Road Mode， 然后当你去到 Off-Road Mode 的时候呢，它可以给你选择 Off-Road 的这个显示，就是你车子的 angle、你的 front angle， 还有你在哪里，显示你的海拔多少，然后还有胎压监视仪器、轮胎的温度等等，所以它是具备了一定的越野本事的。我过去驾 Mercedes C Class， 我讲 C Class 是 including C Sedan、C Coupe、C GLC。C 级别你一定要去到 AMG， 我讲的不是 AMG Line 套装我讲的是你一定要去到 AMG， 比如说C43、63，你才会好驾。如果是200啦、250啦、300甚至350也好，你就是觉得少了一点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体现在它的 steering wheel 它的这个转向。你在这种非 AMG 的 C Class 呢，它的这个 steering wheel 你会觉得它很模糊它不够清晰，它甚至还有一点虚位。所以 GLC 它有没有完成它的任务？绝对有，一个更加好看，车头更加帅气，车尾更加帅气，里面更加豪华，不会出错的。而且 GLC 一直以来都是 Mercedes-Benz 旗下最受欢迎的车子，它的销量甚至可以跟 C Class 来。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Mercedes-Benz 是走的是相当安全的
乖乖牌来的，所以他们不敢冒太大的风险，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让它去精益求精，提升一点点。所以讲变化，我不觉得有到天翻地覆，有到很大幅度的改革，纯粹就是顺应这个 marketing strategy。反正要买 GLC 的人永远都有这一群客户群，这一群客户群甚至也不会去货比三家啦。I mean， 多少个买 GLC 的人会去加 X3 加 Q5， 最后决定我要买 GLC。I don't think so 啦，至少在马来西亚不是这样子啦。他可能就是一个 Mercedes 车主去 service 车的时候，顺便走去 showroom 看一下，诶，新的 GLC 啊，我这辆 trade in 多少钱？买哦，这样子哦。这一条是我经常要走回家的路，然后这个路是一天比一天烂。这个路真是烂到一个不可以，我都不懂怎样去形容这个路啊！呀，这个 suspension 对于这样子的路真的是会很折腾。但我们要对它公平一点啦，就算你拿到 Rolls-Royce 来，可能也是会这样嘣嘣嘣嘣嘣的。Mercedes-Benz 非常，它甚至比任何一个 brand 都清楚自己的 target audience， 自己的 potential buyers， 它的客户群需要些什么东西。可能我们觉得它这个不足那个不足，可是它的消费者不在乎这些东西，因为你讲420多千，我不确定在欧洲卖多少钱啦。不过同价位来讲，你能够买得到 hot hatch， 你能够买得到 E segment， 你能够买得到 high performance 的车子。所以当你要选择 GLC 的时候，你已经哇，这个路真的是跳到我都不能讲话。你已经知道 you get what you pay 呀。高速行驶的话，当你来到路面状况平坦的时候，这个车子的价值就开始展现出来。所以当你走这100多的时候，收发它的风切声等等是没有，我没有听到那一些因为组装品质不好所导致的风声。再快一点啊！没有，只是一直会有这种路面的声音啊，所谓的路噪声，不是陆兆福的弟弟啊。这笑话很老梗啊，帮我讲几次。只是因为车身离地间隙高，轮胎大条，然后胎噪声、路噪声会一直有存在这样子。但因为这条还不是真正的 highway 啦，这条是 LDP 来的，所以你去到 Plus， 它的表现就会更加的舒服。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这个 CBU 的 GLC 300，我是满意的啦。so far 就它的 highway 表现来讲现在是2023年的7月，这个车子我不确定几月的时候会推出 CKD 本地组装的啦。所以到时候 CKD 的时候，我不确定有没有机会再跟大家再介绍同一个款式的 GLC 这样子。它有达到我的心中的标准，但是它没有超过我所预期的东西。它真的就是一个 SUV 版本的 C-Class。你是 Mercedes 的粉丝，你很爱 Mercedes， 你已经驾了 Mercedes 20年、30年，你会喜欢这个车，你会喜欢这款车。除此之外，买 E-Class 啦，真的，如果有多一点点 budget， 去买一个 E-Class， 肯定好过这辆车。I mean， 或者买electric car 啦，因为400多千，你要买到 EQC 很旧了。I mean EQB，or EQS 又太贵，买 EQE 啊，EQE 比较好，